穿进兽市后，我竟成为唯一的人类雌性。3厘米高的兽人们都想抢我回去生崽崽，看着他们一个个流着口水朝我逼近，我连忙抱出刚捡到的娇弱小黑兔，别过来啊，我和他才是一对。谁知那些兽人却瞬间满脸惊恐地跪倒在地。老大，你怎么被抓了？我们对嫂子绝没半点非分之想。刚穿来时，我就在丛林里彻底迷失了方向。在饿死前，我终于在陷阱里抓到一只软萌小黑兔，刚想把它做成麻辣兔头，却在动手的前一刻犹豫了。毕竟在来到兽市后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单纯无辜的小生命。丛林里随时会冒出7、8米高的巨兽，比树干还粗的蟒蛇，这样的小可爱简直是精神慰藉。兔兔，以后你陪着我吧，就叫你小黑黑吧。我把它抱进怀里，不管它的挣扎，把软绵绵的它摸了个遍。听到它肚子咕咕叫，我便把仅剩的一些果子塞进它嘴里。乖宝宝，我只有这些了，饿了就睡觉，睡着就不饿了。黑兔抬起头盯着我，一双耳朵抖了抖，像是欲言又止。哇，太可爱了吧！我忍不住凑过去猛亲它，它猛地蹬腿把我脸踹开，像是受了莫大侮辱，立刻缩到山洞角落。我一边回味的擦嘴，一边捂着咕噜噜叫的肚子躺下休息。半梦半醒间，怀里传来一股暖意，看来是小黑兔夜里怕冷才悄悄靠了过来。我把它抱紧，脸埋进柔软的皮毛，闻着兔肉香味，安然入睡。半夜，山洞外头电闪雷鸣，又下暴雨了。我向小黑黑抱怨：怎么办啊？我们会不会饿死呀？好多天没吃到肉了，姐姐我好可怜。小黑黑眨了眨眼，像安慰似的，把小爪子放到我肚子上。第二天雨依旧没停，我蹲在洞口，心里焦躁不安。今早睁开眼就发现小黑黑不见了，找遍周围连一根兔毛都没找到。它那么脆弱无助，肯定被野兽吃掉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在雨中悲伤大喊：我的小黑黑宝宝啊，你死得好惨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肉香味。忽然一道小小的黑影从雨幕中跃进来，小黑黑甩了甩湿毛，两只短爪揣着只山鸡，湿漉漉的红眸静静望着我。天啊，原来兔兔是个猎手！我尖叫着抱起它，仔细检查一遍，发现它毫发无伤，倒是耳朵间有些发热。我飞快钻木生火，炖了一小锅鸡汤，又烤了鸡腿。小黑黑见到火光，缩在我旁边抖了抖。我左手啃着鸡腿，右手揉着兔宝宝，整个人幸福到爆。我把烤鸡肉撕成小条，塞进它嘴里。没想到这个世界的兔子居然是吃肉的，它吃得干干净净，还顺带把我掌心的肉末舔掉，连齿缝里的都不放过。吃饱后，它抬起滚圆的眼睛看着我，我伸懒腰，闻到自己身上的味道。小黑黑，我们去洗个澡吧。它身子一僵，立刻缩成一团害羞的煤球。不远处有个温泉，是我最近才发现的，泉水咕嘟冒着热气。我3、2下脱下外衣游到池中，小黑黑呆站在岸边，我一把将它拽进水里。小兔子这么胆小，姐姐又不会对你怎样。它飘在水面，只露出湿漉漉的小脑袋和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，蒙着一层水雾，楚楚动人。我想到它捕猎回来肯定满身灰尘，便拉过它仔细清洗。它羞得直接闭上眼睛，乖乖浮在水面一动不动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：小黑黑，你这么小，以后怎么娶媳妇啊？小黑黑尖叫一声，飞快游上岸，甩头抖毛。它站在岩石上气呼呼的跺脚，钻进灌木丛不见了。见此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悠闲泡了半小时，我准备上岸，忽然背后却笼下一片阴影。这里怎么会出现珍稀的雌性？我就这样被扛进了兽人的窝点。他们的五官和人类相似，却更野性英俊，身上都带着动物特征，散发着原始力量的美感。抓我的是一头斑点豹。这个香喷喷的雌性要做我媳妇。什么？臭豹子，你是在哪儿捡的？我也要去。高大的兽人们吵得地面都在震。豹兽人护着我，认真的问：雌性，你愿意给我当媳妇吗？见我沉默，其他兽人纷纷围上来毛遂自荐。狐狸兽人竖着耳朵：我听话又强大，每年打猎都是第一。羚羊兽人温顺的伸出手：我性情温和，还会照顾孩子，绝不让你动一根手指。还有一条黑蟒游到我腿边吐着信子：跟了我，我能满足你一切的需求。听了一群兽人自荐，我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：那个，你们先别凑这么近，能不能给我几天考虑？兽人们依旧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雌性就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。豹兽人眼里满是期待：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告诉我们你的决定。实在太难选，全都要也行。说完，他直接将我抱起，送到一座铺满柔软花瓣的树屋里，里面还有浆果和鲜肉。雌性记得选我哦。豹兽人趴在洞口望了我一眼，恋恋不舍地离开。我蜷在屋里眼眶泛泪，只觉自己像是被卖进深山老林，举目无亲。外面天色渐暗，四周一片漆黑。这个部落似乎还不会生火。听到附近兽人沉沉的呼噜声，我小心地爬起身，钻出了房间。等到天亮就要被逼着选伴侣生崽，我必须趁现在逃走。从树屋到地面2米高，我抓着树干一点点往下挪，刚踩到地面后，脖子忽然一暖，毛茸茸的东西撞上了我，我头皮瞬间发麻。下一刻，熟悉的兔子香气扑进怀里，呜呜，我的小黑黑！我无声的抽泣，紧紧抱住这个异世界里唯一的伙伴。他低低的发出不满的哼声。谁敢抢我媳妇儿？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吼，是豹兽人，他瞬间变成魁梧的人形，蓝眸在月色中悠悠发亮。我将柔弱的小黑兔紧紧护在怀里，绝不能让它受伤。部落的兽人们陆续被惊醒，他们围成一圈，眼神在黑夜中显得更瘆人。豹兽人见我怀里抱着东西，语气带着委屈：雌性，你是想提前做选择吗？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我是部落里除了老大以外最英勇的兽人，跟我在一起一定能吃饱饭，我们的孩子也会是最勇敢的。听此，怀里的小黑兔像是被激怒了，不停挣扎。周围兽人黑压压的逼近，我急得眼
眼眶红了。选我吧，媳妇儿。暴兽人低声央求，我望着他那庞大的身躯，像一堵墙，快要将我压碎。不行，我疯狂地摇头，索性豁出去，将小黑兔高高举起，大声喊：我和兔兔才是一对，你们都别争了。他们盯着兔子一看，下一刻精身子猛地一颤，像是被激怒了。我怕他们不信，连忙在小黑兔脸上亲了好几口。看见没，我就喜欢这种小小可爱的。看清我怀里的黑团子，暴兽人脸色瞬间苍白，他瞳孔震动，迟疑几秒后僵硬地跪下，身后那片黑压压的兽人也齐齐伏地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小黑兔滋滋一声，带着傲气，暴兽人低声请示：老大，您回来了，您怎么被雌性抓住了？我们真不知道他是您的。我低头看向这只像软无害的小兔子，原来他叫西泽，是这个部落的首领。旁边的兽人解释：老大半月前中毒变成了兽身，他去黑森林找解药，没找到药反而找到了媳妇，不愧是老大。小黑窝在我怀里，骄傲地抬起脑袋。可一想到它不是普通兔子，而是成年兽人，我不敢再随便碰它。可兔子的脑袋却蹭过来，不满地舔了舔我的手指。他抬头低哼，旁边的兽人翻译：老大很生气，问你为什么不摸他。我们老大的人形是部落里最威武强大的，样貌在各部落都是顶尖，你们的孩子一定会是最英勇的兽人。这里的民风真是豪放，眼前跪着一群能一脚把我才扁的兽人，而我怀里的兔子还比他们更强。我不寒而栗，不敢多想。暴兽人忽然问：老大，兽族的年度聚会快到了，您不恢复原身的话，他们会抢您的位置，还有您的雌性，大家都盯着呢。兔子瞬间炸毛，他在我膝上站起，和那群兽人叽里咕噜的交流，接着他认真地舔了舔我的脸颊，圆圆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我，兔嘴巴叫了几声。老大说他会带几个部下再进黑森林找解药，让您留在部落休息，等他凯旋回来后，老大就马上和您举行仪式，结为伴侣。啥？可是我把小黑当宠物啊！但面对这群黑压压的兽人，我不敢拒绝。对了，老大叫西泽，他想听你叫他的名字。我轻声道：好吧，西泽。小黑兔耳朵微微一抖，依依不舍地看我一眼，而后跳到地上点了几个兽人同行。西泽在暴兽人面前语气冷硬地吱了一声，暴兽人立刻低下眼，起身跟着西泽离开，却又回头盯着我，嘴型像是在说等我。我心头一凉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小命要紧，我才不会等任何人，今晚就走。我在这里一无所有，逃跑必须要有食物。我旁敲侧击后找到负责粮食的兽人，他是雌性仓鼠兽人，掌管仓库。他旁边一个兽人上下打量着我，真弱啊！我看就别给他吃的了，他这样的怎么配得上老大？那帮蠢货还抢着要他，这种弱不禁风的简直就是拖油瓶。在场雌性兽人纷纷附和，我怯生生地接过仓鼠兽人递来的粮袋，低声道：谢谢你。他对那些说闲话的兽人毫不理会，转而对我说：兽人忠诚，一生只认一人，你好好保护自己吧，别让老大因你受伤。我低头，心里默念不会的，因为我就要跑路了，白天不好行动。我决定等到夜里，天黑后他们也不会点火，就看不清我的动向。夜幕降临，兽人们陆续回到窝里休息，我背着小包裹悄悄出来，准备穿过部落边缘。忽然一阵古怪的声响让我一惊，我瞥见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蹲在部落外，他们不是细泽部落的兽人。入侵者发出低沉兴奋的咕噜声。细泽部落的人睡得早，若是突然遭袭，必定伤亡惨重。我脚步一顿，手里的粮食沉甸甸的，最终还是回去通风报信了。听此消息，西泽的部下瞬间警觉，化为庞大的兽形冲出部落直击敌人。我松了口气，打算第二次跑路，毕竟此时他们的防备力量薄弱。然而我才走没几步，就听见粮仓方向传来尖叫，是仓鼠兽人姐姐的声音。原来是调虎离山，敌人引走了精锐，再派另一队来抢粮。我赶到仓库时，一群陌生兽人正围着仓鼠姐姐，她打伤了几个，却也受伤倒地。快滚！仓鼠姐姐见到我，冲着那些兽人怒吼，同时催我快逃。我默默掏出兜里珍藏的防狼喷雾，别小看我，我跃起精准喷射。因我个子小，那几名兽人毫无防备。刚刚是什么小东西冲了出来？救命啊，首领！身后幽暗的草丛中，一道庞大的狼影伸展身体，化为一个高大长发的兽人。狼人双眼冰冷地锁住我，真蠢，居然输给一个废物小雌性。我抬手又朝他喷了几下，他急忙退后，被呛得咳了几声，然后阴狠一笑：那只兔子眼光不错，你很有趣，下次见吧，张牙舞爪的小猫咪。逃跑失败，我继续窝在西泽的住处，闻着他熟悉的气味休息。其他兽人回来的时候，用古怪又忌惮的眼神盯着我。仓鼠姐姐受伤休养，还额外送了几袋粮食给我当谢礼。之前那些说我坏话的兽人也悄悄到门口探头探脑，留下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道歉后就跑了。半梦半醒间，一双手臂把我拉进了怀里。我太困了，懒得动，枕在柔软的皮毛上，睡得很安心。次日早上醒来，我就看见小黑兔趴在我身上，他盯着我，眼里酝酿着怒火。下次你再不顾安危胡来，就把你锁起来。你这么小，要是被吃掉怎么办？看来还是得把你绑在身上才放心。我伸手安抚西泽的脑袋，他别扭地转过身，又回头把脸蹭到我手心撒娇。我问其他兽人，西泽是不是没找到解药？找到了，但全被毁了，只剩一点残渣。老大吃了，但很快就失效了。果然昨晚那人是西泽。想起那宽厚的胸膛，我面颊微微发热。暴兽人在外面继续说道：狼部落说，如果让你……西泽立刻怒吼打断了他，他显然很生气，吓得其他兽人全都畏缩退下。我揉着西泽的耳朵，忍不住哄道：乖兔兔，别凶了。他哼哧着扑到我脸上吧唧了一口。等西泽睡熟，我扒开小兔的爪子，
悄悄爬出窝，外面暴兽人正在等我。暴兽人让我陪他去给西泽拿解药，然后就能送我走。狼部落的人对你很感兴趣，要见你才肯把药给我们救老大。我点点头，不久便看见几名高大的兽人，他们的头顶全是蓬松的狼耳，为首那人背对着我，肩宽腰窄，长发披肩，野性与优雅并存，怎么有点眼熟？听到脚步声，他们的首领回头，侵略性的目光直勾勾落在我身上。小猫咪，你来了。自那天起，我一直记着你的味道，真香。糟了，事情不妙，我退了一步，低声喊暴兽人。他接过草药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。你反正是老大的雌性，我又不能占有，不如用你来换取老大对我的信任。等回去，我就说你贪慕狼部落的强大。说完，他飞快离开了森林，留下我与狼部落的人面面相觑。完了，我被坑了，还被造谣。我急忙掏出防狼喷雾，可对面首领的速度更快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拉进怀里按住。雌性，我也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，别再想着那只小兔子了，好吗？狼人将我扛在肩上，掖住我的脚踝。雌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天天对叫雌性，确实刺耳，我只好回答沈诺。沈诺，诺诺，真乖。我浑身汗毛竖起，他低头吻了吻我的膝盖。叫我卡修，不应该叫我亲爱的。我不想开口，可他等一秒，就又在我脚踝处落下一吻，我只能哽着声音叫了一声卡修。他目光深沉地望着我，还想吻我。亲爱的，我连忙出声，卡修这才停了动作。他心满意足地牵着我走到部落中央，向所有族人高声宣布：这是我的妻子，你们的主人。所有狼兽人齐声嗷呜，炙热的视线将我团团围住。嗨，刚逃出兔窝，又掉进了狼窝。我捂脸不想说话。卡修声音像在下蛊。诺诺，下个月陪我去1年1度的兽人部落聚会，那只兔子也会到场，让他看看你是我的雌性。他搂住我的腰，我忍不住一脚踹开他，在他脸上留下一枚脚印。他狭长的兽眼微眯。不错，再来一次。狼族的首领蹲下，屈膝跪在我面前，低声道：我情期都到了，你忍心不管我吗？疯狗，被他戏弄了好几天，我气红了脸，缩在他的狼窝里。卡修像逗小动物一样捏着我的耳朵。我终于明白小黑兔当初寄人篱下的滋味，真是屈辱。外面忽然传来一声狼笑，他脸色一变，出门前叮嘱我藏好。有东西循着气味过来了，可能会吃掉你，快躲起来。我手里没了防狼喷雾，立刻缩进卡修的巢穴。外面传来野兽厮杀的声音，混乱间一道身影从洞口跃下，还没看清，脸上就扑来一团毛。我看见一双红色的眼睛，是西泽。不准拿你自己换解药，就算我一辈子是只兔子，也不能牺牲了媳妇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拎起西泽短短的兔爪，他呜呜叫着想亲我。相比那头疯狼，西泽可爱得多，小小的，一辈子这样也挺好。我心里一软，刚想跟他们离开，庞大的身影猛地扑进来，将兔子拍到一边。卡修将我锁进怀里。怎么敢来我地盘抢人？西泽冷冷吱了几声。她是我的妻子。卡修凑在我耳边低语了几句，随即松开我的手，胸有成竹的开口：那就让珍贵的雌性自己选择吧。我迟疑片刻，退后一步，牵住了狼兽人的手。西泽的眼睛瞪圆，仰直长耳垂了下去。你是不是被威胁了？我很强大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想怎么摸都行。卡修的指尖轻轻勾过我的掌心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口：西泽，我是真的想留下来。话音一落，黑兔子猛地转身跳出了洞穴。我转头问卡修：你刚说的是真的？他玩味一笑：自然，毕竟这里也曾有个雌性，就是靠这法子离开的。我急切地问：告诉我吧，谢谢你。他贴近我吸血道：不行，你得多陪我一阵。见我脸色难看，卡修补充：就1个月，乖乖的。这段时间卡修并没有做出格的事，顶多把我扛在肩上，带着我在领地四处转悠。快到冬天，部落里的粮食见底，不久我就听到族里的闲话，之前的首领不就是因为一个雌性玩物丧志？那女人走了，前首领疯了一样去找，最后瞎眼死在黑森林。卡修最近很少去打猎，不会是被这雌性勾魂了吧？我假装睡着，竖着耳朵偷听。卡修似乎回来了，笑着打散那些传言。哪有，我只是好奇那只兔子看上了什么货色，这么弱的女人我才不会碰，而且我希望她快回去，不然我的对手天天惦记雌性，没心思打架。虽然被这么说有点不爽，但我依旧安心地翻了个身。卡修不错，那就陪他玩玩。夜里卡修没回来，我觉得脑袋沉沉的，继续昏睡。半夜一双手贴上我的额头，真弱，生病了。我被裹在狼毛里，热得不断翻身。睡吧，这样能快点退热。后半夜我几乎睁不开眼，听见他焦急地说去找药草。迷迷糊糊间，一团黑影蹦到我面前，小黑黑西泽肉乎乎的小爪子试探了我的体温，随后塞进我嘴里一把草。我浑身无力，随便咬了几口。西泽似乎很恼火，拍了拍我的脸，又耐心地塞进一颗甜凉的果子。果子入口即化，凉意瞬间蔓延全身。他又迅速塞来一块喷香的烤鸡肉。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我烧得迷糊，一把抱住他，眼泪鼻涕一起掉。这几天我快饿晕了。他们怎么都吃生肉啊？我虽然自己可以烤，就是怕火吓到那群狗子。小黑兔逼我吃下一堆烤肉，他用爪子捏住我的下巴，我竟看懂了他的眼神。跟我走。我迷糊地捏着他的脸，轻轻摇头叹息，不行，我得回家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他狠狠在我脸上吧唧了一口，像是还要说什么，可草药的效力迅速蔓延，我一下子陷入沉睡。再醒来时，卡修正坐在旁边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偷吃了还不擦嘴，那只兔子是真的心疼你，把唯一的保命果子都给你了，可惜他下次要是受伤就危险了。1月的期限快到了，卡修口中的部落聚会终于来临，我被他用部落里珍稀的布料装饰，他满意的笑着，
还在我发间别了朵花。想到有望回家，我也懒得反抗。他把我放到背上，化作兽形的巨狼仰天长啸，带着部下直奔聚会之地。每次聚会是各部落唯一能和平相处的时候，也是雌性们挑选伴侣的时机。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心仪的雄性。卡修心情似乎很好，边走边给我讲起兽人的习俗。狼族部落向来高调，他们跟着首领直奔最高的位置。然而那座高位上早已坐着一个高大挺拔的兽人，他坐在巨石搭建的王座里，一光之下，他身形俊朗，头顶两只兽耳微微颤动。他周围的兽人冷冷盯着我们，我眯眼远眺想看清他的脸，却被卡修捏住下巴。今天你只能看我。一颗果子飞了过来，砸在狼族首领的头上。王座上的男人笑道：哎呀，手滑了。卡修也不恼，笑眯眯地牵起我的手，按在自己头上。亲爱的，帮我揉揉。石块碎裂的声响伴随着咬牙切齿的低吼。狗，你这雌性有点眼熟啊，像极了那个抛弃我的冷血女人。我疑惑地望去，终于看清了台上的兽人。与卡修的张扬不同，他五官俊美，唇角挂着冷笑，带着傲气的野性。那对毛茸茸的兔耳已经竖起炸毛，拳头捏得发紧，眼神中满是对我的恨意。他身旁还站着熟悉的黑兔部落兽人等等，他就是小黑兔希泽。他身子的坏豹只是淡淡瞥了我一眼，像一切与他无关。卡修单手环着我的腰，语调暧昧。雌性喜欢强者，不是吗？黑兔兽人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，下一刻，聚会中传来一声惊叫，万兽奔腾的声音骤起。黑森林的异兽提前发狂了。卡修神色一僵，伸手想抓住我，却被混乱的人群冲散。我慌乱地喊着卡修的名字，他还没告诉我回家的办法。我不能死在这里！我被高大的兽人冲撞得晕头转向，一条手臂忽然将我从人群中拽出，还没看清是谁，我就被扛在肩上，腰腹被他肩膀割得生疼，我忍不住低叫了声。那人冷笑一声，就把我抱进怀里。娇气，没有我，你早被踩成肉泥了。熟悉的气息袭来，我看到希泽的下颌线紧绷，他脚步灵巧地跃上高树，我紧紧抱住他，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稳住身形后，希泽冷冷地劈向我，一直喊他的名字，你就那么喜欢他？没等我回话，他猛地把头埋进我颈侧。你把我看光了，我所有地方都被你碰过，不打算负责吗？我被他巴结的脑子乱成一团，他像饿了许久的野兽，把我紧锁在怀里，嘴里还发出不满的低哼，真是个坏兔子。耳边有人提醒：老大，小雌性要窒息了，黑森林的异兽已经全冲出来了，天黑后药效会消失，他们就会回巢。罪魁祸首兔子只是点头，依旧没放开我。希泽忽然把脸撇在我的手心，怎么这样看我？我从来不是好兽，我说过你不乖就把你锁起来。手腕与脚踝忽然一凉，希泽笑着留我系上柔韧的绳结，还别了朵小白花。他仰头望我，眼底满是期待。你喜欢兔宝宝吗？啊！我疯狂摇头，他神色瞬间阴沉。记得吗？你生病那天吃了我的果子，那是首领给伴侣的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。自那以后，希泽日日缠着我，把我曾经对他做的事一一还了回来。我闷声埋在他肩上，我要洗澡，我想去黑森林的温泉，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地方。希泽的兔儿微微翘起，笑着又吧唧了我一口。好，趁他分神，我向暗处通风报信的小狼眨了眨眼。卡修果然守信，悄悄托人传话去黑森林，他会送我离开。月圆的夜晚，我听见远方山岗传来狼的长嚎，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，希泽的身影朦胧。他站在温泉边，湿漉漉的发丝滴着水，他握住我的手放在自己肩上，沿着水面一步步靠近。诺诺，你想怎么处置我都随你。看着他红扑扑的脸，我心里泛起一丝愧意，吃了他那么多顿饭，如今却又要离开。我沉默不语，希泽的表情明显有些闷闷不乐，他像在炫耀般笑道：仔细看，我的人形可比兔子大得多。下一刻，我鼻血突然就涌了出来，希泽慌了，急忙伸手想替我擦去。等等，我自己去擦一下就行，你先在温泉等我。我趁机爬上岸，却被希泽警惕地拦住。黑森林很危险，你就留在这里。我猛地凑过去，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，把他羞得瞬间变回了兽形。你快去快回。我钻入森林，很快看见前方不远处的卡修，他咧嘴笑得张扬。走吧，趁那只兔子泡在温柔乡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忍不住问：你为什么帮我？卡修眯眼笑道：喜欢不就是成全吗？见我不信，他也懒得解释。好吧，其实只是想气气那只臭兔子，把他的媳妇送走，让他孤零零的过一辈子。我真心感谢他这几天的帮忙，毅然踏进月光下的光圈中，就像我当初迷路时一样。耳边渐渐响起奇异的鸟鸣，身后卡修的声音若隐若现传来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不久，我就看见了前方的灯光，一支旅游队正与我迎面相遇。卡修的办法真的奏效了，我回头望去，身后已不再是那片诡秘的森林。小黑兔此刻是不是还在温泉里泡着？我没有再多想，径直跟上人群，踏回属于我的世界。我留给了希泽一份礼物，算是补偿，希望他能忘了我这个匆匆的过客。希泽从温泉走出，脸色阴沉无比。所有手下都说那个雌性不见了，老大，他是不是被卡修抓走了？话刚落，卡修就从森林里走出来，他带着笑，眼底却有一丝莫名的失落。希泽心头的预感愈发沉重，他揪住卡修的脖子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已经回家了。他家在哪儿？希泽已经盘算好，要以最快速度处理部落事务，然后把我抓回来。这一次他决定要彻底的锁住我。卡修摆了摆手，你知道吧，我们前首领的雌性最后也回到自己的世界了，这里不适合他们。希泽想起那个疯癫的狼首领，最终死在黑森林里，那曾是他茶余饭后的笑谈。他手中的力道陡然加重，捏断了卡修的锁骨，把他丢到一边。有个兽人颤抖着递来一个包裹。老大，这好像是他留给你的。希泽低垂着耳朵，凝视着那
那瓶刻着奇怪符号的圆柱形物体。这是他的防身武器，甚至能对付一群兽人，可真是给我留了个好宝贝啊！不管他在哪儿，都要把人找回来。不知道是第几次踏入月夜下的黑森林，西泽化作圆形，坐在月光投下的光圈里，一次次的失落。他始终不愿承认，他的那位伴侣再也找回来了。这次又是空欢喜。小黑兔默默站起，却听到背后传来奇怪的响动，那是光。他迅速追过去，竟看见一群穿着奇装的陌生人。哇，有只小兔子，好可爱！西泽难掩心中的狂喜，跟上人群，义无反顾地闯进他爱人的世界。经历了被抓进宠物店、餐厅的波折后，他学会了彻底变成人形，藏起耳朵和尾巴。这里的食物不能靠抢，必须用一些纸片才可以买到。他从最初的茫然，再到靠拳头光明正大的吃饭。兔子有的是力气，等他爬上足够高的山，他就会看见自己。最后一场比赛，西泽站在擂台上，听裁判喊出名字，失恋冠擂主小黑黑。他熟练的抬手回应人群的欢呼。就在那一刻，一股熟悉的气息让他的兽性无限放大，那股气息像在召唤他。平时他总沿着城市的每条街寻找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而此刻西泽心脏狂跳，他的视线锁定了在人群中笑得灿烂的我，还一点也没察觉到他的气息。好气！他接过奖牌，忽然拿起话筒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等待着这位拳击新秀开口。黑发的俊朗男子在台上咧开一抹笑。A17号的女生，恭喜你中奖了。我左顾右盼，指了指自己，在认真看清台上拳击手的脸后，顿时慌乱。西泽跳下擂台，一步步逼近他的猎物。礼物是我，你要不要我？